大家期待已久的《荒野独居》第9季终于粉墨登场了。来自世界各地的10位参赛者将使出浑身解数，试图把50万美刀收入囊中。接下来，他们将被随机投放在加拿大的拉布拉多半岛，这里常年平均温度都在0度以下，既寒冷又潮湿，所以避免冻伤和体温过低将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挑战。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绝对不会感到寂寞，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猎食动物，分分钟教你角色互换，从原来的捕猎者瞬间变成北极熊的口粮。如果你觉得自命不凡，拥有常人所没有的超级抗冻能力和挨饿技能，不妨来试试，说不定这50万美刀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将其带回家。现在请各位点个赞并系好安全带，跟随知识鼻祖一起领略10位奇能异士的荒野独居。荒野独居第1天，迎来第1位出场的是凯莉女士。虽然一上场就摔了一跤，但你绝对没有想到，她是一位拥有40多年野外生存技能的荒野专家，也是这次10位参赛者中年龄最大，连小弟都甘拜下风，深深被凯莉的勇气所折服到不要的。凯莉环顾四周漂亮的景色，然后来了一个深呼吸，就把刚才紧张的气氛压了下去。果然是一名老江湖，处事不惊。平复心情之后，凯莉急不可待找地方搭棚过夜。虽然凯莉的年纪确实有一丢丢大，但她的原始技能却是杠杠的，随便把猎杀到的动物都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鞣制兽皮，这也是他最喜欢的原始技能。几10年的生活用水都是靠收集雨水，取暖方式则回归原始状态，升起柴火，甚至生病了也是自己制药。而填饱肚子的事情在他这里就显得顺手捏来，看似随随便便就可以捕猎到各种动物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可以说完全做到自给自足，与世隔绝。如今花甲之年的他有一个宏大愿望，那就是赢得这次比赛，用这50万美刀建一所原始技能培训学校，把他毕生所学的荒野生存技能发扬光大，顺便与男友过上以爱好为职业的理想生活。正所谓伴君伴到老，不一定要肾宝。根据凯莉目前的经验判断，有一场小型风暴即将来临，所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搭庇护所和搞一点补给。凯莉终于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地方搭建临时庇护所，她拿起一捆绳索和一张防水布，一拉一挂一绑，简单的临时小窝棚就此完美落成。随着一声气宇轩昂的嚎叫，迎来了第2位参赛者本基。看来本基也不是什么泛泛之辈，他并没有被眼前漂亮的景色而蒙蔽了双眼。他环顾四周后，大量厚厚的遮盖物，还有开阔的沼泽，立马断定这里的环境就是熊老大的天堂，所以随身带着弓箭是非常必要。说不定天堂与地狱就在一念之差。为了避免刚下场就变成落汤鸡，本基赶紧四处走走看看，寻找合适的地方安寨扎营。本基是一名狩猎探险向导，一直生活在落基山里，早已把生活过得像野外求生那般。他的必杀技就是传统弓箭狩猎，30多年的技能，在当地堪称无人能敌。他的狩猎心得与他的性格很像，可以主动出击，就绝对不会待在营地里守株待兔。正所谓不见兔子不撒鹰，堪称箭无虚发。而狩猎大家伙也他的专长之一，像设置这种捕猎大型动物的捕兽陷阱，对于本基来说简直就是 so easy。本基不单单是一名出色猎手，他还是举重比赛和越野赛的冠军。很显然，本基已经把各种富有挑战性的活动当成一种生活乐趣。这次比赛除了想赢得奖金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能够再一次证明自己，打破北极生存102天的生存记录。按照本基的生存法则来说，海边无遮无掩，根本不符合安营扎寨，更何况要迎接即将来临的小风暴。于是他放下背包，拿起弓箭，溜进了森林，一边寻找合适的地方避风过夜，一边顺路寻找食物填饱肚子。果然一进森林，没走几步路就立马找到吃的。他发现地上有不少树莓，看来本基的运气相当不错。现在的他打算生火开锅来一份炖菜。就在此时，基本突然听见附近有几只松鼠在聊昨晚的过夜树，于是毫不客气地朝松鼠聊天方向拉弓射箭。第一箭的射出，真是有辱神箭手之名，扎扎实实的命中树干。紧接着不堪背负骂名的本基果断射出了第2箭。而刚才还在争论昨晚过夜树的松鼠，现在看来已经什么都不重要了，因为上帝是不会收坚果作为酬劳。现在晚饭和明天早餐已经有了，本基是时候该去找地方安营扎寨。此时已经开始下起小雨，再不行动，真的会变成落汤鸡。
这就是真正的荒野，变化总比计划来得快。本机一路寻找地方，一路口吐芬芳，随上万头草泥马在狂风暴雨中横冲直撞。大雨根本不给本机面子，还是继续劈头盖脸的下个不停。而本机本着好男不与天斗的原则，只好无奈的选择一棵大树暂避风头。第二天早晨，天边刚射出第一缕阳光，凯莉就迫不及待地寻找新地方安营扎寨，因为昨天的临时庇护所实在一言难尽。昨天晚上，凯莉被那些黑苍蝇折磨得痛不欲生，他们不但在你的耳边不停地朗诵经文，更可恶的是，他们还会在凯莉的脖子和肩膀以及胸口留下深深的草莓印，比她男朋友亲吻的更加疯狂。被亲吻过的地方，同时还会瘙痒无比，可以说痒得深入灵魂。现在的凯莉深入森林，她试图扩大寻找合适扎营的地方，同时也带上武器，预防遭遇黑熊时候身上也不至于手无寸铁白白等死。她找了好一阵子，但地点还是不太适合建造庇护所，要么地方太空旷，很容易遭受熊老大的问候，要么就是离水源太远。就在凯莉选择困难症的时候，她第一次发现了动物的踪迹。根据她的经验判断，这些动物踪迹是来源于一个大块头，它很有可能是去前面的水源喝水。正当凯莉还在纠结跟不跟上去的时候，一只傻乎乎的松鸡正在前方左顾右盼，扮演着掩耳盗铃。凯莉哪能忍得了这样的鄙视？而松鸡仿佛在嘲笑她打不中自己，继续我行我素。此时的凯莉毫不客气地动了杀心，立马开弓射箭来了一发，居然没有射中。这时的凯莉对着镜头略有尴尬，但也只能眨眨眼睛吐下舌头表示化解。不过这只松鸡似乎对凯莉的箭术不屑一顾，依然我行我素，走到更开阔的地方溜达。愤怒的凯莉再一次拉开弓弦，试图要让那只松鸡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。就这样，这只高傲的松鸡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。看来凯莉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，现在食物有了，便立马将其开膛破肚一锅炖，犒劳一下2天来的忙碌与饥肠辘辘的小肚皮。不到一会功夫，经过凯莉出神般的烹饪，一锅香喷喷的松鸡炖肉尽显眼前，一口进去方得稚嫩爽口，油而不腻，而空气中弥漫着的香味足以香飘十里，芳香四溢，简直是人间珍馐美味，比都市中任何一间高级餐馆都要色香味俱全。如果能加一点食盐或调味料，绝对可以堪称一绝。这也是凯莉荒野独居以来的第一顿饭，有模有样。本期为了参加这个节目，还特意带来了祖传开过光的荧光大裤衩，和特意把自己体重增肥到200斤。他要在这期节目中慢慢记录着自己瘦下来的全过程。当然，这也是本机聪明的地方，因为有了这些脂肪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抗饿能力绝对无话可说。今天本机的目标就是钓鱼，不到一会功夫，一只简单粗暴的钓鱼竿就做好了。本机钓鱼的手法也很讲究，他开始不停地模仿蜻蜓点水那般重复抛向河流中。果不其然，一条眼睛打满马赛克的鱼真的上钩了。这是一条美洲红点龟，本机还嫌弃它个头有点小，但再小也是肉，特别在荒郊野外，不要太讲究了，有肉吃已经很不错了。本机抱着个头不大，用数量来充数的原则继续垂钓。好家伙，小小的比赛，本机居然拿出与生活缠斗的不屈不挠精神，看来50万美刀确实有点吸引力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河里的小鱼一条接一条的给本机钓了上来，整整齐齐12条小鱼排列有序的躺在石头上。事不宜迟，赶紧下锅。随后本机拿着一大块喜马拉雅盐往锅里削，对，你没有看错，是食用盐。这场比赛现在实践求生工具，而本机真的带了调料味，它真的是过来荒野求生的吗？先不管那么多，来品尝一下加了食盐烹饪的小鱼味道会怎么样。看见本机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就知道小鱼有多美味。而食盐不仅能增加食物的口感，更重要的是在你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，这无疑也是本机另一个聪明之处。先出场的这2位参赛者表现不俗，后面的几位又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想知道后续发展如何，请记得点赞加订阅。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提点，欢迎评论区交头接耳。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